朵拉美在异世界既然找到了新男友，果然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啊！那天，朵拉美在22世纪散着步，一个绿色的身影突然从她身后一窜而过。这个戴着绿帽的稻草人在花坛里采了一大把鲜花，扭头就跑，就连自己随身的包裹都忘了带。朵拉美捡起包裹追了上去，竟然来到了一个奇形怪状的门前。不可思议之家，他跟着稻草人被吸进了一扇大门里，眨眼之间，他竟然穿越到了异世界。朵拉美躲在草丛里，正好看见小绿帽被几个奇形怪状的机器人扔出皇宫大门。原来今天是公主为了挑选驸马而举办的舞会，那几个机器人都想要竞选公主的驸马，他们把小绿帽特意去摘的花都踩在了脚下，说他身为一个稻草人，哪来的资格参加这种高级舞会？公主站在云端的塔顶现身。就这个样子，怎么把小绿帽迷得神魂颠倒的？那群人和公主一起驾着云飞进了皇宫，皇宫的大门就在小绿帽的前面，砰的一声关上了。小绿帽还想上去追，一不小心差点掉下悬崖，多亏朵拉美掏出救助钓竿，又把它钓了上来。小绿帽对朵拉美说自己今天就是为了公主而来，但是自己身份低微，身为一个稻草人机器人，和公主连句话都说不上。朵拉美见不得他这么丧气，于是决定要帮小绿帽见到公主，无论如何也要把你这份心意传达给她啊！想见公主就给我振作一点。朵拉美给他插上竹蜻蜓，两人一起出发。结果刚飞上天，小绿帽就撞了墙，这也太不小心了吧！他们远远的就看见了公主所在的魔仙堡，那里就是他们的终极目标。想当驸马的那3个反派看见他们正在赶来，决定出手阻止他们。率先出阵的就是这个嘴巴像个吸管的粉色机器人。朵拉美和小绿帽还在天上飞着，天空中就突然出现了一道狂风，把他们吹得都掉了下来。他们掉进了一个大烟囱里，竟然还有水流从他们头顶灌下来。小绿帽被水流吓得够呛，只能紧紧抓着朵拉美不放。没想到水流实在太湍急了，他们两人都被水冲得不知所措。朵拉美临危不乱，掏出了乱扎领带，朝着岸上一甩，一把拴住了喷水机器人的嘴巴。他原本想拉着领带爬上岸，结果掌握不了平衡的小绿帽突然扑上了那条领带，喷水机器人都被小绿帽拽下了水。朵拉美也趁机拉着小绿帽游到了岸边，这时整个建筑就像一个抽水马桶一样，形成了巨大漩涡，所有的水一下就从中间的洞里流光了。那个喷水机器人被拽掉了脑袋，只剩下半个身子还在呲水。看来这个反派还是个战五渣嘛。从水里爬上来的小绿帽也不知道是哪根筋搭错了，突然开始颤抖，身体也不受他的控制，当场给朵拉美表演了一段机械舞。一问才知道，原来他是需要上油了。朵拉美拿出清爽润滑油朝他一喷，小绿帽立马活泼乱跳，恢复了原状。整理好心情的两人再次出发，来到了下一个关卡。这个山洞怎么看上去也这么怪异？原来扁头机器人正躲在黑暗里窥视着他们。朵拉美和小绿帽穿过山洞，来到了一片鸟语花香的花田。朵拉美被一大群小鸟包围，她超有礼貌地和小鸟们打着招呼，这里的花实在太漂亮了。小绿帽又打算摘一些送给公主。在花丛中，小绿帽发现了一个机器小人，他捡起来刚准备仔细研究，那个小人竟然动了起来。眼看着机器小人变成了机器大人，他那双犀利的眼睛里竟然还发出了激光，瞬间就把小鸟都变成了石头。难道他就是机器人里的美杜莎吗？朵拉美和小绿帽见势不妙，拔腿就跑，扁头机器人也追了上来。朵拉美边跑边在口袋里掏宝贝，哎呦，怎么有个石头？她被绊得摔了一大跤，口袋里的道具都掉了一地。朵拉美刚想掏枪反击，手里的枪眨眼间就被变成了石头。扁头机器人还想乘胜追击，激光射来，随手抓了个化妆镜挡在了身前，激光竟然被镜子反射了回去。只听见砰的一声，扁头机器人竟然被自己的激光射中，变成石头从天上掉了下来。多亏了小绿帽误打误撞，才能打败美杜莎机器人，这次居然又是他的高光时刻。小绿帽感觉自己的自信心暴涨，立马就支棱起来了，好像又有了更多的动力朝着公主的魔仙堡进发。他们正说着话，一道黑色旋风突然向他们的方向席卷而来，身边的景物瞬间变换，他们的眼前出现了一道通天的阶梯。
难道说这就是通往魔仙堡的道路吗？胜利就在眼前，加油啊，稻草人小少年！小绿帽正要冒着惊雷和闪电继续向前，可刚走出去没几步，地里却突然冒出了一个巨大的绿皮巨人，挡住了他们的去路。哇，这是隔壁叠甲小宝剧组来串场了吗？绿皮巨人抬手就要把他们给砸扁，巨大的拳头咣当一下落了下来，就连地面都跟着颤了3颤。还好哆啦美和小绿帽跑得快，不然真要被砸成照片了。哆啦美刚掏出了一个小机器人准备迎战，谁知一下就被绿皮巨人给踩报废了。眼看着哆啦美有了危险，小绿帽竟然鼓起勇气跳到了石头上。绿皮巨人果真被他吸引了注意，一拳朝着小绿帽砸了过来。小绿帽身下的那块石头瞬间就被砸成了粉末。多亏小绿帽给哆啦美争取了时间，他插上竹蜻蜓飞上了天空，从口袋里掏出了引雷棒，这个玩意儿能够引来雷电。小绿帽还在被绿皮巨人追得夺命狂奔。哆啦美瞄准目标，奋力一扔，好耶，顺利命中！天上的电闪雷鸣，一下子全都聚集到了绿皮巨人头顶，一阵电光闪过，绿皮巨人彻底爆炸。这下真是应验了那句话：装逼遭雷劈呀！哆啦美和小绿帽一路上都有惊无险，这下终于可以去往魔仙堡了。谁知道绿皮巨人最称那一堆砖块里突然钻出来一个光头啊，不对，是钻出来一个小桃心。这个小桃心骂骂咧咧的发誓要把他们全都干掉，然后召集起所有的碎片，来了一个绘图转生，那一堆蓝色砖头碎片又重新聚集成了一个带铆钉的大齿轮，朝着小绿帽和哆啦美的方向就碾了过去。哆啦美和小绿帽还在努力爬着楼梯，结果转头一看，妈妈呀，这是个啥呀？不过哆啦美一眼就看到了对方的弱点，操纵大齿轮的就是那个小桃心。看着朝自己迎面滚来的大齿轮，小绿帽掏出了他身为稻草人的随身装备打鸟气枪，瞄准了口吐芬芳的小桃心，就是现在发射！一枪爆头，大齿轮被再次打爆，小桃心尖叫着塞进了小绿帽的帽子里，小绿帽把它塞进了枪管，又是一枪直接打飞了出去，拜拜了您嘞！小桃心大叫着飞走。咦，我怎么好像还听见了一句超熟悉的话？到现在为止，3大反派都已经被他们顺利消灭，小绿帽也在哆啦美的陪伴下来到了魔仙堡的门前，他终于能见到他梦寐以求的卷毛公主了，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啊！只见小绿帽鼓起勇气，将手伸向了那华丽的门把手，然后又默默地缩了回来。怎么回事啊，小绿帽？关键时刻可不能怂啊！哆啦美也在催着他赶快把门打开，你心心念念的公主就在门的另一边啊！只要你鼓起勇气，公主也一定会，虽然也不一定会，不过这也没关系嘛。难道你是打不开门吗？火车里还有穿越环，你稍微等等，我找找看啊。说着，哆啦美就掏出了哆啦 A 梦的迷你玩偶。好啊，哆啦美，你的胸控属性终于藏不住了。不对，搞错了，再来。哆啦美又在口袋里翻了起来，没想到小绿帽竟然拒绝了哆啦美。因为小绿帽觉得自己找到了更好的朋友，那就是眼前的哆啦美，一起同甘共苦的伙伴，比远在云端虚无缥缈的公主更加值得珍惜。看着转头朝自己伸出手来的小绿帽，哆啦美也忍不住红了脸啊，这是心动的感觉。哆啦美将手递了过去，我宣布这对新人就此礼成。开个玩笑。小绿帽决定放弃对公主的追寻，和哆啦美一起携手踏上了回家的旅途。哆啦美还帮他扶正了头顶的绿帽，你看这样就精神多了嘛。小绿帽为了照顾哆啦美的身高，还特意蹲下了身子。两人一起回到了22世纪，他在玩闹，他在笑，一切都是最美好的模样。至于那3个驸马候选人都被小绿帽给打跑了，公主到底要选谁当驸马，那都不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事了。好了，本期问题，你们觉得小绿帽怎么样？欢迎大家留言、点赞和关注哦，咱们明天见。